大家好，我是 Anthony，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上期节目里，我们聊到了中国教育理念的一个核心问题，那就是它预设了学生是被动的信息接受者，是被老师灌输知识的对象，教师才是学习的主体，学生要配合教师完成学习任务。因此，学习的本质就是一场训导，而不是对话。学生应该单向的去记忆、理解、领悟权威的意思。而当学生出现理解上的困难时，中国的教育体制会首先将其归结为学生的责任，比如学生太笨了、缺乏悟性、没有这个天赋等等，而不会反思教育者是否贴近了学生的认知规律，对学生足够有耐心，是否尽可能采取了通俗易懂的方式来讲解。这种向内归因的方式很容易造成习得性无助和各种心理创伤。在上期视频的结尾，我们就引用了洛克的教育片论来阐述中西方教育理念的深层差异。洛克认为，对儿童的教育和说理，应当适合幼童的能力和理解力，而不应该对幼童进行长篇大论、哲学式的说理，也不应该采用生僻的原理，这只能让儿童眼花缭乱。对儿童的教育必须是浅显易懂的，要建立在他们能感觉到和触及到的东西上。这显然包括了这样一层意思：儿童无法理解教学内容，首先是教育者的责任，教育者应当主动改善自己的方法去激发儿童的潜能。而中国的教育体制似乎认为，学生理解不了，首先是学生自己的责任，甚至越是困难的学习任务，越能激励学生的斗志，越能筛选出聪明的学生。至于其他人，都属于被淘汰的失败者。因此，许多本可以用来促进学习能力的手段，在中国却被用于向学生施加压力，制造痛苦。典型的例子就是同辈关系，在良好的学校环境下，同辈之间本可以通过互相支持、鼓励和欣赏，使人拥有更加自由和丰富的心智状态。但中国教育则是通过高强度的考试排名，引发同辈之间的攀比心和心理压力，这反而进一步抑制学生高级的学习能力。我们在12月1日的那期视频里引用 Wozniak 的这篇文章，其中就讲到了 toxic memory 的概念，也就是毒性记忆。毒性记忆是一种与焦虑和恐惧有关的记忆，在教育中，它经常出现在学生面临 deadline 第二天的考试，以及成绩和排名要公布等等时刻。此时学生们会在焦虑之下死记硬背，不求理解，只为完成短期的任务和目标。焦虑状态下的神经网络的特点是低连贯性、碎片化，缺乏对信息和知识的深度整合。这常常导致这样的现象，就是许多中国人虽然在其他方面的智力是很高的，但似乎很多年都难以完成和理解某些看起来非常简单的任务，例如看不懂地图导航，口吃，总是记不住某些很简单的人名、地名、路名、历史事件等等。再比如特定方向的阅读障碍，例如一读文学书就特别心烦意乱，一看到数学题就大脑空白，这些在中国很常见的障碍，几乎都可以追溯到青少年时期在家庭和学校里遭遇的学习创伤，并深刻地影响到他们成年后的学习和工作能力。例如，中国学生在中小学阶段反复被要求写高度套路化的语文作文，并且伴随着老师的批评或公开的比较，这导致了许多学生成年后仍然对写作感到痛苦，即使是在工作中写一段简单的文字，都感到强烈的抗拒，甚至大脑空白，不知道如何着手，更不擅长去写表达自己真实想法的文字。一旦写出真心话，就感到非常羞耻。写作本身是可以作为自我探索的一种核心手段，当一个人将真实想法通过文字表达出来时，他能够体验到被倾听的感觉，即使只是对自己，而这种自我倾听的过程对心理整合非常重要。但中国中小学阶段的作文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学生对文字的正常感觉，例如要求学生在作文中迎合固定的道德标准，比如感恩父母、奋斗的青春，这些主题并不符合他们的真实情感。我们说，个体把握自己真实感受的能力是需要长期培养和锻炼的。当写作长期充斥着假话和套话时，个体就慢慢丧失了对文字的精确感知能力，同时也失去了写出真实感受的能力。当然，关于中国语文作文这个话题，我们以后会专门做视频再讨论。
再比如，许多学生在中小学阶段学习英语时，常因为语法错误或发音问题被老师或同学嘲笑，产生强烈的羞耻感。即使后来有机会接触真实的英语交流环境，他们依然对开口说英语感到极度紧张或回避，这常常被视为缺乏语言天分的表现，但其实它都源于糟糕的学习环境。中国的英语教育重输入，比如背单词和阅读，但轻视输出，也就是口语和写作。学生被迫记住大量内容，但无法将其转化为实际的交流能力。此外，学校教育对语法错误、拼写错误的过度关注，让学生对犯错产生极度恐惧，抑制了他们的语言表达，使学生感到学英语是一场不能犯错的游戏，谁犯的错越少，谁得分就越高。这就导致很多人在和外国人讲话时，过于关注自己说的是否合乎语法，单词拼的对不对，反而是使交流变得充满恐惧和痛苦。所以以前看到有人反对高考取消英语，说这样会让多数中国学生失去了一个与世界交流的能力。但是这种英语教育究竟是促进了交流能力，还是助长了对英语的厌恶，其实是很难讲的。我们上面列举了中国学生在写作和英语方面的学习创伤，不过更为常见和深刻的是数学创伤。在中国中小学的考试体系中，数学占据了极高的权重，且因为数学题目的难度梯度大，比起英语、语文等科目更能拉开分数差距，因此对学生的整体排名有决定性影响。尤其重要的是，在中国的教育体系下，相比其他科目的分数高，数学成绩好更容易被视为智商高、聪明、理性和逻辑思维能力强的表现，这显然是一种可迁移性很高的能力，因而数学成绩差对个体自尊心的打击也要更彻底。这就使得很多人出于对数学的恐惧，主动选择了文科。虽然中国教育整体上都很糟糕，但文科教育其实要比理科教育烂得多。更严重的是，由于数学造成的创伤，许多中国人对自己的逻辑推理能力产生了深刻的自我怀疑，乃至低估了自己的思维能力，但这其实是一个巨大的误解。很多人没有意识到，数学成绩好与日常说的思维严谨、逻辑严密其实没有太大的关系。有的人的数学物理能力很好，但在涉及到现实问题上，连起码的逻辑和常识都没有。因为数学所包含的那种逻辑，尤其是数理逻辑，是一种基于数学符号的推理方法，也是一种高度形式化和精确的工具，它的应用范围相对而言是比较窄的，比如证明数学定理或者算法设计。而我们日常说的一个人很有逻辑、思路清晰，指的是这个人具有批判性思维。批判性思维并不局限于严格的形式化的符号，而是关注个体如何在日常生活中的复杂情境中做出合理的判断，比如分析社会现象、解决冲突、评价政策、评估他人的论证是否有效。批判性思维还强调要反思自己的观点和假设，识别那些逻辑谬误等等。但在很多中国人看来，这似乎算是文科的范畴。很多人对于有逻辑的理解就是谁用的数学或物理符号多，谁就有道理。数学被视为硬逻辑的代表，而语言、修辞的这种逻辑都属于软逻辑。但其实这种软硬划分是没道理的，硬逻辑与日常生活的关系并没有很多人想象的那样大。总结一下就是，数学逻辑关注的是抽象问题的精确解答，而批判性思维致力于分析复杂现实中的开放性问题。如果要给批判性思维找一个哲学上的依据，那么它更接近于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我给大家随便找一段修辞学的内容，在158页，亚里士多德就分析了很多错误的推理，比如 A 事件发生在 B 事件之后，人们就会认为 B 事件是 A 事件的原因，但这两者可能完全没有因果关系。再比如，有人说某个人是小偷，因为他是个坏蛋，亚里士多德就指出这个论证很没逻辑，因为每个小偷都是坏蛋，但并不是每个坏蛋都是小偷。再比如，亚里士多德告诫人们不要被充满情绪性的论证所迷惑，不要诉诸权威。这些逻辑谬误是每一个讲授批判性思维的教材都会讨论到的。因此，批判性思维更广泛，并不是数学逻辑所能涵盖的。一个人可能在数学上表现一般，但在分析社会现象、
评估政策或解决日常问题时，完全可能展现出很强的批判性思维。中国糟糕的数学教育让很多人终生都恐惧数字、图标和数据分析，这固然是非常可惜的，但更可惜的是，很多人对于自己的逻辑推理能力和批判性思维也产生了自卑。在有着批判性思维教学的发达国家，一个人在数学上遭受的创伤，并不会蔓延到对整个思维能力的怀疑，因为学生可以通过学习社科、哲学甚至艺术来获得逻辑思维能力。而在中国，由于缺乏批判性思维等训练，加上毫无逻辑的人文社科教育，导致仅有的逻辑训练几乎完全集中在了数学和物理学上，理科垄断了中国人对理性和逻辑的全部印象，人文学科几乎被等同于非理性和无逻辑的，这就使得很多人在数学上的自卑会蔓延到对整体思维能力的自卑上，这可以说是中国特色的创伤了。我们上面列举了中国人在几个主要学科上的创伤，其实还有很多很多。最重要的是，这些创伤往往被归结于当事人自己的责任，这就会进一步加深习得性无助。所以之前有人就问，为什么西方国家有那么多阅读障碍、记忆障碍、计算障碍、意义理解障碍、书写障碍、口语障碍等等各种各样有问题的学生，而在中国这样的学生就少得多呢？答案很简单，因为这些学生在中国会被统一贴上笨、智商低的标签，根本不会做细致的区分。笨是一种本质主义的归因模式，他认为这是不可解释和理解的，是一个人的本性如此，只能等待某种随机的、神秘的、不可预测的转折，也就是中国人常说的这个人突然开窍了。但它其实是可以改变的，比如儿童发展性阅读障碍的执行功能研究这篇论文就提到了，阅读障碍与父母的阅读习惯有很大的关系。教育程度高的父母重视儿童早期的智力开发，更乐于给儿童讲故事、买书籍，进行亲子阅读，这会为儿童提供丰富的语言刺激环境，使儿童的语言生成和表达能力得到发展。当然，这里的前提是父母得真的喜欢阅读和思考，就是父母的文化水平越高，日常交流的词汇量和语言逻辑就越丰富，这样才更可能提供一个自由、轻松和多样化的交流空间。相信大家还记得我们在上周的视频里所提到的观点，就是人只有先经历一个唤起大量感觉，并且大量吸收知识的阶段，才谈得上甄别，才能构建出系统的严谨的思维能力。阅读也是同样的道理。我们说，儿童感知到的语言刺激越丰富，他的阅读能力就越好。而中国学校单调封闭的环境，相当于一个低语言刺激的环境，恰恰是抑制了学生阅读和运用语言的能力。中国学生的升学过程是一场严酷的淘汰赛，每一次升学都要淘汰大部分人，但不论竞争多么激烈，总有少数学生能够胜出。学校也倾向于对这些学生做出本质主义的归因，比如归结为他们个人的天分、毅力，称他们为学神。这就使得那些被贴上学渣标签的学生，只能被迫接受体制对自己的负面评价，无法反思环境的问题，因为他们无法解释为什么有人能顶住环境的压力。然而，即使是胜出的学生，也同样受到这种教育的伤害，因为在这种本质主义的内归因的模式下，他们的自我复杂度也会更低，他们会迷信个人的天才或者努力奋斗，忽视了自己成功背后的资源和环境条件，轻视制度、环境和社会支持的力量，也轻视与他人的团结协作。由于胜出者的自我概念建立在我比别人聪明或我更努力的基础上，一旦遭遇失败，他们会难以接受自己的不足，从而出现心理崩溃和对自我价值的深度怀疑。从自我复杂性这个角度来说，中国的应试教育下没有真正的胜出者。今天的视频就先到这里，以后我们会继续探讨这个话题。那最后再说一下，如果你有任何的困惑和问题想和我交流，直接联系我的邮箱就好。比如你希望和我讨论某篇文章、某段话、某个视频、某种社会现象，或者你的日记，都可以提前把相关的文本发给我，我会在正式交流之前读完。或者你希望和我讨论你的人生经历、困惑和情感，都是可以的。如果你对隐私性、安全性、付款和通讯方式有任何疑问，也请及时告诉我。
如果你无法付费或无法加入会员，也请联系我，我会提供其他方式。详情请参考这张图片。我会把这期视频放在心理与教育这个列表内，同时也推荐大家去看我这个列表内的其他视频。感谢大家的收看，再见。